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台湾？中共喊统一台湾，从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今年2026年7月，已经喊了77年了，军演一次又一次，警告一遍又一遍，各种狠话没少说。可直到今天，台湾还是台湾，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共根本不会统一台湾。所谓武力统一，不过是吓唬台湾的手段。台湾问题不过是中共用来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矛盾，或者与美国和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一个王牌筹码。这种看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一旦开战，中共要付出的代价不但损失极其惨重，还极有可能亲手终结掉自己统治中国的政权。既然77年都没有动手，人们当然会觉得他以后也不会动手。但真相真的如此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可以调整政策，也可以改变手段，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那就是放弃统一台湾。中共从来没有给自己留下这条退路。他可以主张和平统一，但他始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一直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统一台湾真的只是一句口号，只是为了吓唬台湾，中共为什么坚持了77年，仍然不肯后退一步？我的判断是，中共也许不会在明天动手，也未必会按照外界猜测的时间表动手，但他不会真正放弃拿下台湾。他可以施压和等待，也可以先尝试不需要战争的方式。可是，一旦中共认定和平统一已经彻底无望，继续拖延只会让台湾走得更远，情况就会改变。武力可能从最后选项变成北京认为无法回避的选项。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共今年或者明年还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在和平统一没有希望后会不会打台湾，真正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台湾？为什么这个目标坚持了77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为什么北京始终保留战争这个代价最大的选项，也不肯给自己留下公开退出的后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北京今天说了什么，我们必须把那些最常见的解释一层一层拆开来看，先看他们能够解释什么，再看他们解释不了什么，最后才能找到中共一定要拿下台湾的真正原因。我们先从最流行也最容易被高估的答案开始。芯片这个答案并不奇怪，台湾掌握着全球最重要的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手机、汽车、人工智能、通信设备和现代武器都离不开芯片。台积电一旦停产，冲击的不会只是几家公司，而是全球工业体系。中国对先进芯片同样高度依赖，它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之一，却在最先进制程、关键设备、软件和材料上受到限制。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共控制台湾就能把台积电技术和工程师一起收入囊中，从此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这个判断有道理，却存在一个无法绕开的时间问题。1949年，中共已经公开提出要拿下台湾，那时没有台积电，也没有今天的半导体产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都不是全球先进芯片中心。一个几十年后才出现的产业，可以提高台湾后来的价值，却不可能解释这个目标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占领厂房不等于接收能力，先进芯片不是靠几栋建筑和一批机器生产出来的，它依赖工程师长期积累的经验，也依赖美国的设计工具、荷兰的光刻设备、日本的材料与零部件，以及原厂维修、稳定水电、全球物流和客户订单。战争一旦爆发，港口和机场、电力和通信都可能中断，工程师可能离开，外国企业也可能停止供应设备、软件和技术服务。即使厂房没有被炸毁，生产线也未必能够继续运转。更重要的是，客户还愿不愿意把最敏感的芯片设计交给一座处在中共控制之下的工厂？芯片制造不只是需要机器，更加需要的是信任。客户必须相信设计不会被窃取，订单能够交付。
工厂不会因下一轮制裁再次停摆。所以中共可能夺下台积电，也可能在夺下它的同时毁掉它原来的价值。有人会说，即使不能完整接收，只要摧毁台湾的芯片优势，也能重创美国。问题是，中国自己同样会受伤。中国制造业依赖稳定的全球供应链，战争还可能带来资本撤离、贸易下降、航运受阻和更严厉的技术封锁。摧毁别人的优势，不等于自己获得优势。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检验，美国、日本和欧洲正在扩大本土生产，台积电也在海外设厂。假设未来先进芯片不再高度集中于台湾，北京会因此放弃统一吗？不会。还要注意，芯片对北京并不只是战利品，台湾的半导体优势也提高了外国保护台海稳定的利益，使战争更容易引发国际介入。换句话说，芯片既增加了北京眼中的收益，也放大了动武的成本。它可能影响战争计算，却无法单独决定政治目标。此外，真正决定先进制程的不只是技术是否存在，还包括整个产业能否持续迭代。今天能够生产，并不代表在失去国际合作后3年、5年以后仍能保持领先。即使北京短期接收部分设备和人才，长期升级，仍然离不开全球创新网络。把台积电理解成一件可以搬走的资产，本身就误解了现代科技产业的性质。因此，芯片确实重要，它解释了中共控制今天的台湾可能额外得到什么，也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会冲击全世界。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没有台积电的年代，中共就认定台湾不能放弃。所以，芯片只是后来增加的价值，不是中共追求台湾的起点。既然芯片解释不了这个持续了70多年的目标，另一种更有影响力的看法就出现了。中共真正看重的也许不是台湾的芯片，而是台湾无法替代的军事位置。支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会提到4个方面。第一，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中段，控制台湾可以改善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的条件。第二，台湾距离中国东南沿海很近，如果它进入敌对军事体系，就可能成为抵近侦察和军事施压的前沿。第三，台湾东侧直接面对深水太平洋，关系到远洋海军、战略核潜艇和核反击能力。第四，台湾一旦易手，日本、菲律宾、关岛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都会受到影响。先看第一岛链，台湾位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北面连接琉球群岛，南面通向菲律宾，西面是中国大陆，东面直接面对太平洋。这个位置使台湾成为中国沿海与西太平洋之间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不过，第一岛链并不是一堵无法穿过的墙，中国军舰和军机早已能够通过宫古海峡、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出去，而是通过这些水道时容易被持续监视。和平时期，这意味着跟踪；战争时期，就可能变成拦截和攻击。如果中共控制台湾，解放军可以把雷达、导弹、军机和舰艇向东推进数百公里，台湾东岸直接面对深水太平洋，也能为海空力量提供新的活动空间。原本位于中国大陆前方的观察点，可能反过来成为解放军向外延伸力量的平台。但控制台湾不等于第一岛链从此消失，北面仍有日本西南诸岛，南面仍有菲律宾，更远处还有关岛和第二岛链。美国及其盟友也可以依靠潜艇、卫星、远程导弹和分散基地继续监视和限制解放军。因此，台湾能改善中国进入西太平洋的条件，却不能让北京自动取得西太平洋的控制权。第二个方面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台湾距离福建、浙江和广东很近，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工业区、军事设施和人口中心也集中在这一带。如果台湾进入一个与北京敌对的军事体系，外国力量就可能利用周边海上和天上的空间抵近侦察中国沿海，在战争中还可能实施封锁、远程打击和军事施压。这种担忧并不是今天才出现。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以反攻大陆为目标。当时的北京把台湾看作国民党政权最后的主要据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继续推进国共内战。从那以后，台湾在北京眼中不只是一处沿海威胁，它也成为美国曾经介入中国近海并阻止中共完成统一的历史证明。直
只是不同年代的威胁并不相同。早期北京担心国民党反攻，冷战时期重点是美国围堵和沿海监视，今天更多涉及情报侦察、远程打击、海上封锁和中美竞争。地理位置没有变化，但北京赋予这个位置的威胁一直在变。第三个方面是远洋海军和核威慑。台湾东侧直接面对深水太平洋，这对中国海军，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确实重要。中国战略核潜艇从近海进入太平洋，往往要经过容易被监视的水道。美国和盟友可以部署海上巡逻机、反潜舰艇、水下监听系统和攻击型潜艇。潜艇一旦被持续跟踪，隐蔽性就会下降。而战略核潜艇的价值正是让对手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如果中共控制台湾，解放军可以利用台湾东侧深水区，也可以部署航空、雷达、反潜和后勤力量，这会改善舰艇和潜艇进入太平洋的掩护条件，也可能让中国的战略核潜艇更容易进入深海隐蔽活动，增强遭受核打击后的反击能力。但台湾不是一把打开太平洋的万能钥匙，美国和盟友仍能依靠卫星、潜艇、巡逻机和第二岛链继续追踪中国海军。一支真正的远洋海军也需要海外补给、远程侦察、长期后勤和跨区域作战能力。台湾能提供更好的位置，却不能单独创造这些能力。第四个方面是亚洲安全秩序。如果中共控制台湾，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环境都会发生变化。日本西南诸岛会承受更大海空压力，菲律宾北部也会更接近解放军的活动范围。第一岛链中断一旦改变，关岛和第二岛链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上升。所谓第二岛链，是位于第一岛链以东更深入太平洋的一条军事支撑线，其中关岛是最重要的支点。美军可以从这里部署轰炸机、潜艇、导弹、防空系统和后勤力量。如果北京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而美国无法阻止，亚洲国家会重新判断力量对比，有些国家可能减少对北京的抵抗，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更加依赖美国，并加快扩军。这也是台湾军事价值中最矛盾的地方。拿下台湾可能削弱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和信誉，但同样的结果也可能促使日本扩军，菲律宾开放更多基地，并推动美国、澳大利亚和亚洲盟友加强合作。美国不会因为第一岛链中断被打开就自动退出西太平洋，它更可能强化关岛和第二岛链，增加远程导弹、潜艇、轰炸机和分散式后勤部署。而且台湾的军事价值只有在中共稳定控制台湾以后才能兑现。战争可能摧毁机场、港口、通信、能源和交通设施。台湾社会如果长期抵抗，占领和治理成本也会持续上升。中共即使取得台湾，也未必能立刻把它变成有效的军事平台。所以台湾的军事位置确实提高了它的战略价值，但军事价值只能说明北京为什么更想控制台湾，它无法说明为什么统一这个目标从1949年开始就始终不能被取消。这时很多人会把今天台海压力的上升归到习近平身上，他们认为统一原本可以继续等待，是习近平把它与民族复兴、个人工业和历史地位绑得越来越紧。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地位，也把自己的执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在中共叙事中，国家统一又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完成毛泽东没有完成的任务，宣传机器完全可以把他塑造成完成统一的最高领袖。习近平确实改变了台海问题的时间感。过去北京更常相信，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国不断变强，时间最终会把台湾推向统一。但习近平越来越强调，两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意味着拖延可能不再被视为耐心，而会被视为机会流失。台湾社会的身份认同在变化，与美国、日本的安全联系也在加深。在北京看来，多等10年，和平统一的条件未必更好。习近平没有创造统一目标，却可能认为这个目标不能无限期留给后人。不过，这不等于他已经决定在某一年发动战争。外界经常把2027年理解成固定开战日期，但要求军队具备能力与决定开战完全不同。一个领导人可以要求军队做好准备，同时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对习近平来说，最理想的结果并不是付出巨大代价占领一座被战争破坏的台湾，更理想的方式
是通过军演、封锁、威胁、外交、压缩和经济施压，让台湾逐渐失去拒绝北京的能力。即使最后一步没有在他任内完成，他也可能把改变力量对比、封死台湾、继续远离北京的道路视为自己的历史遗产。习近平的个人因素确实提高了风险，权力越集中，一个人的判断越重要。党政军系统强调忠诚，坏消息可能在上报过程中被过滤，军方也可能夸大准备程度，导致最高领导人高估解放军，低估台湾抵抗，或误判美国和日本是否介入。但权力集中也可能产生相反效果。习近平持续整肃解放军，说明他对军队腐败、忠诚和真实战斗力并不完全放心。一个人越清楚攻台有多复杂，就越可能在没有把握时避免下注。战争成功可能成为习近平最大的功业，战争失败则可能成为最大的政治灾难。登陆受挫、伤亡失控、经济遭到制裁，都会让军队能力和领导层判断受到质疑。即使最终占领台湾，也可能付出贸易、技术和国际环境长期恶化的代价。因此，重视历史地位既可能推动冒险，也可能使他更害怕失败。习近平比前任更有能力集中资源，也让台海更容易受到个人判断影响，但不能因此把统一目标归结为个人野心，还要避免另一个常见误区，把所有军事活动都理解成开战倒计时、军机、军舰和大规模演习，既是在训练解放军，也是在消耗台湾，测试外部反应，并把中共军事存在逐渐常态化。他们可能为战争做准备，也可能服务于不发动全面战争的胁迫。习近平真正改变的是风险结构。过去，领导层可以把统一继续留给未来，现在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复兴和斗争。一旦台湾继续远离北京，拖延本身就更容易被解释为无能。他把统一目标与个人时代绑定得更紧，却仍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目标早于他，也会延续到他之后。习近平能决定风险何时升高，采取什么手段，却不能随意把统一目标从党的历史任务中删除。最直接的反证是1949年，习近平尚未出生，中共已经提出要拿下台湾，毛泽东准备攻台，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却没有放弃统一。江泽民时期发生台海危机，胡锦涛时期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手段不断变化，目标始终存在。如果习近平离开权力中心，继任者可能缓和语气，恢复交流，也可能重新重视经济发展，但几乎不可能公开承认台湾永久分离，因为那会被视为放弃领土，也会推翻中共数十年的政治承诺。因果关系不是习近平想建立工业才随手挑中台湾，正好相反，中共早已把台湾塑造成最高等级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才可能用它建立个人工业。习近平不是根，而是加速器，他让北京更加焦虑，也让军事准备变得更加真实。一个人的判断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也比过去更大，但没有习近平，中共仍然不会放弃台湾，所以把统一台湾归结为习近平的个人野心并不成立。既然目标并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创造的，很多人便认为真正让历任中共领导人都无法后退的是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民族主义压力。中共不断强调国家统一，不断宣扬民族复兴，也反复告诉中国人台湾绝不能失去。这些宣传持续几十年以后，会不会连中共自己也被他制造的民族情绪锁住？台湾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经历50年日本统治，中共把台湾没有统一描述为近代中国衰弱留下的伤口，把完成统一描述为中国真正站起来强起来以后终于缝合这个伤口。改革开放以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下降，经济增长可以维持认同，却不可能永远高速持续。中共因此越来越强调国家统一、大国地位和外部威胁，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这套叙事的核心是共产党结束了混乱与屈辱，让中国重新强大，也只有共产党能够挡住外国势力，保住国家领土。台湾因此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成为中共证明自己爱国、强大并代表民族利益的标志。百年国耻不仅是历史记忆，也是一套经过政治组织的叙事。它把国家、民族和共产党混在一起。支持中国被慢慢等同于支持北京的对台政策，反对武力可能被说成软弱，
拒绝中共统治则被定义为反对国家统一。问题是，国家感情与政权利益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认同中华文化，希望两岸密切往来，甚至支持某种长期统一，同时反对战争，并认为任何政治安排都必须得到台湾人的同意。这些立场本可以同时存在，中共却把它们压成一个答案：只有接受北京定义的统一才算爱国。这种民族主义最初是统治工具，中共决定教科书如何书写台湾，也决定媒体何时放大愤怒，何时压低情绪。它可以删除过激言论，也能阻止未经允许的抗议。因此，中共并不是被一股完全失控的民意推着前进，但控制情绪的温度不等于能够推翻自己。灌输了几十年的结论，中共长期告诉社会，台湾绝不能丢，统一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谁退让谁就是软弱，甚至卖国。宣传持续足够久，就会进入社会常识，成为评价领导人是否强硬、是否爱国的标准。于是，民族主义开始反噬创造它的人。如果北京有一天公开宣布不再追求统一，社会自然会追问：过去几十年的宣传算什么？如果台湾可以放弃，中共凭什么继续声称只有自己能够保护中国？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作用，它帮助中共把外部压力与内部服从连接起来。美国对台军售，日本关注台海安全，都会被北京解释为外国势力阻止中国复兴。这样一来，对中共政策的质疑就可能被转化成是否站在国家一边的问题。但宣传越成功，政策空间越狭窄。北京可以控制媒体，却无法保证所有人永远接受新的解释。今天把统一说成不可阻挡，明天若突然宣布永久放弃，就会让官方自己制造的历史确定性破产。同样，不能把网络上的激烈言论当成全体中国人的真实意愿。很多人支持的是想象中快速、低成本、必胜的战争，他们未必愿意承担征兵、失业、资产缩水和长期制裁。民主主义能够提高退让成本，但它不等于中国社会愿意承担任何战争代价。它既是中共动员民众的武器，也是限制中共退让的绳索。它不会自动决定北京什么时候开战，却让北京很难公开宣布统一目标从此取消。北京可以等待，也可以继续施压，但不能公开承认台湾从此与中国无关。问题在于，如果民族主义的核心只是收回近代失地，那么中共对其他历史疆域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外蒙古曾经属于清朝版图，中华民国政府也曾长期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但中共建政以后，很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天，北京也没有把重新控制蒙古国列为必须完成的民族任务。面对俄罗斯，情况也很相似。沙俄曾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中国北方和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这些历史也长期存在于中国的民族叙事之中。但中共最终选择签署边界条约，承认现实边界，他没有把收回这些土地变成一个不能放弃的政治承诺。这说明中共并不是把所有历史失地都放在同一个位置。民族主义确实让台湾问题更难后退，但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蒙古国可以承认独立，俄罗斯控制的历史失地可以接受，唯独台湾不能放弃。因此，很多人会把目光重新投向1949年。他们认为台湾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民族感情是最大的原因，而是因为国共内战并没有以台湾被中共控制而结束，中华民国仍然存在，谁代表中国，谁有权决定中国的边界，也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49年，中共控制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战争停止，却没有签署和平协议，也没有完成政治结算。中共赢得大陆，却没有消灭中华民国。这使最初的问题不只是台湾属于谁，也是谁代表中国，谁赢得内战，谁有资格继承中国这个国家。中共长期使用解放台湾，正因为在他的叙事中，大陆已经解放，台湾仍是内战未完成的最后一步。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延续，并没有随着退守台湾而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统没有中断。它继续拥有政府、军队、法律、货币和实际控制的领土。它的历史起点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统治中国大陆。中共在大陆击败了这个政权，却没有让它从历史和现实中彻底退出。
后来台湾民主化又改变了它的合法性来源。过去中华民国主要依靠宪法、革命历史和中国代表权解释自己，今天它越来越依靠台湾选民的授权维持现实统治。这个旧的内战对手由此转化成一个由台湾社会反复选举重新授权的政治实体。70多年过去，台湾早已不是等待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军事基地，它有稳定政府、军队、法律和税收制度，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政党可以轮替。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在台湾建立行政统治，因此北京与台湾社会实际上在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北京问的是历史上对中国的主权是否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台湾社会问的是一个长期自我治理的政治共同体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北京认为1949年的政权更替已经决定了台湾归属，台湾则越来越不接受一场70多年前的内战可以永久取消今天2000多万人的选择权。这也解释了北京为什么能够忍受现状，却不能接受法理上的永久分离。现状虽然让北京无法统治台湾，却仍保留未来统一的可能。北京可以说任务尚未完成，外部势力仍在阻挠，历史还没有走到最后。法理独立则不同，它不是宣布今天没有统一，而是宣布以后也不再统一。前者可以解释为延迟，后者则会被北京理解成失败。反分裂国家法体现的不只是北京保留使用非和平手段，更关键的是北京同时掌握定义权、判断权和执行权。什么叫分裂事实？什么时候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最后都由北京决定。台湾不是共同制定规则的一方，也没有双方认可的裁判者。中共真正要保住的，因此不仅是未来控制台湾的可能，还包括定义中国边界的最终权利。台湾可以维持政府、选举和军队，却不能正式宣布北京从此无权决定台湾未来。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北京失去的就不仅是一块领土，也失去中央决定国家包括哪些地方的权威。分离先例也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不等于台湾独立后新疆、西藏就会自动复制同一路径。不同地区的历史、人口和国际条件完全不同。真正令北京担心的是一个原则被打破，国家边界不再由中央单方面定义，地方社会也可能拥有拒绝中央主张的正当权利。这正是承认蒙古国独立、俄罗斯历史失地反正最有力量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蒙古国独立，并没有把恢复清朝最大疆域作为国家目标。这证明中共并非对所有历史失地一视同仁，它会根据实力、战略关系和政治需要决定哪些问题可以不能放弃。为什么俄罗斯失地可以放弃，台湾却不能？因为俄罗斯取得的主要是土地，台湾保留下来的却是1949年没有完成的中国政治结局。俄罗斯远东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一个内战对手，持续拒绝中共代表中国，接受中俄边界不会证明国共内战没有结束。接受台湾永久分离，却会让中共承认他没有完成自己宣称的政权继承和国家统一。这也说明中共真正维护的并不是历代王朝最大版图所谓的祖国统一，而是一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并与自身正统绑定的中国。台湾恰好是这套政治版图中最不能被承认、永久退出的一块。一国两制也体现了这种权力结构，它表面上允许台湾保留不同制度，但前提已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北京是中央，台湾是地方。台湾可以讨论保留多少自治，却不能先讨论是否接受北京作为最高权力。因此，两岸争议并不是简单的统一还是分裂，它还包括谁有权提出问题，谁有权规定选项，以及谁拥有最后否决权。北京坚持历史与法理先决定归属，台湾越来越强调现实治理和社会统一，双方争夺的是决定规则本身的权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存在如此敏感。它今天已经不再与北京竞争，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却仍然保留国家机关、军队和宪政秩序。对台湾社会而言，这是现实生活的制度；对中共而言，它却是1949年政治结算尚未彻底完成的证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渡海攻台，也限制台湾方面反攻大陆。
这使原本尚未完成的中国内战被外部力量长期冻结在台湾海峡两岸。因此，北京可以把台湾问题描述成内战本应产生的结果被美国强行中断。于是，统一既是结束内战，也被赋予摆脱外国干涉，证明中国不再受制于人的意义。这里还要区分现实控制与法理主张。北京没有治理过台湾，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对全中国的主权。台湾则以长期治理事实说明，主权不能只靠历史继承，还必须面对现实社会的意愿。两边争论的并非同一套标准，因此也很难通过普通谈判消除。只要国际社会继续维持这种模糊状态，北京就仍能保留未来统一的空间。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但他们通常不会明确承认北京已经拥有台湾主权。与此同时，他们也避免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种安排暂时符合多方利益。北京保留统一主张，台湾维持实际自治，其他国家也不必立刻在两岸之间做出最终选择。但它也让台湾问题始终没有真正不能放弃。台湾由谁统治，国际社会并没有给出统一答案。台湾未来的地位也仍然存在被重新解释的空间。这正是国共内战、中国代表权和主权争议至今仍然影响台海的原因。对北京来说，台湾不是普通的边界问题，它是1949年以后仍然没有被中共控制的最后一块中国政治空间。中华民国继续存在，也意味着中共虽然控制了中国大陆，却没有彻底消除另一个中国政权。只要台湾仍然以自己的政府、军队和宪政体系运作，北京就很难宣布内战留下的问题已经结束。但这套解释主要回答的是北京为什么坚持自己有权统一台湾，它还没有回答今天的台湾社会为什么越来越难接受这种权利。因为现在的台湾已经不只是一个由国民党控制的敌对政权，也不再只是国共内战留下的军事据点，它已经形成一套稳定运作的民主制度，政府由选举产生，政党可以轮替。台湾未来的政治方向也越来越取决于选民的选择，这让统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北京面对的主要是另一个政权，今天北京面对的却是一个拥有独立政治意志的社会。于是很多人认为，今天两岸问题最难跨越的障碍已经不只是内战和主权，而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让任何统一方案都无法绕开2000多万人的选择。台湾民主并不完美，住房、工资、能源和少子化等问题都真实存在。民主没有让台湾变成没有矛盾的天堂，它真正证明的是另一件事：政府可以被批评，执政党可以输掉选举，权力可以和平更替，国家却不必因此崩溃。中共长期告诉中国人，中国人口太多，地区差异太大，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集中领导，政治斗争就会失控，国家可能分裂。他真正要求人们相信的不只是共产党正在执政，而是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台湾让这条叙事不再显得绝对，他经历过威权统治、社会冲突和外部安全压力，却从解除戒严走向总统直选和政党轮替。国民党失去永久执政权后，没有被彻底消灭，后来仍能通过选举重新执政。这并不证明大陆可以直接复制台湾制度。两岸人口规模、历史条件和国家结构差异巨大，台湾也不会因为存在就自动引发大陆革命。中共有强大的信息控制能力，还可以把台湾政治描述成混乱与无能、劣质民主。台湾真正形成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反例，结束一个政党的永久垄断，并不只有社会清算、国家崩溃这一种结局。只要另一种可能被证明存在，人们就可能继续追问为什么共产党必须永远执政。不过，台湾民主对北京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示范大陆，而是改变了统一的政治条件。在专制时代，北京理论上可以与少数领导人达成交易。民主化以后，任何涉及主权和制度的重大安排都必须面对选票、议会、反对党、媒体和社会舆论。即使某位领导人愿意推进统一，也难以绕过整个台湾社会。统一因此从少数精英之间的交易变成一个必须取得台湾社会同意的问题，而台湾社会绝大多数人不愿接受中共统治。
北京若想和平统一，就不再只需要说服几个政治人物，而必须说服2000多万人的多数。中共与台湾民主最根本的冲突，不是北京讨厌所有投票，它理论上可以允许某些地方选举，却不能接受民主决定主权。北京是不是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拥有台湾主权？台湾能否永久拒绝统一？这些问题不能由台湾选民拥有最终决定权。民主的逻辑是，统治权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北京的逻辑则是，台湾归属早已由历史和国家法理决定，不需要台湾社会重新授权。如果台湾人的选择具有最终效力，北京就不能单方面宣布自己拥有统治权。如果北京的主张拥有最高效力，台湾人的民主选择就必然受到限制。一国两制也无法消除这个矛盾，它允许台湾保留多少制度，前提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北京是中央，台湾是地方。台湾必须先接受一个未经台湾选民授权的最高权力，再讨论北京愿意保留多少自治空间。香港后来的变化又让台湾社会更难相信中央承诺能够永久限制中央本身。民主化还让台湾对北京的距离不再只是某个政党的临时政策，而是通过一次次选举和政党轮替被重新表达。即使不同政党对大陆政策不同，也很少有人能够在没有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中共统治。北京因此不仅在军事上施压，也试图影响台湾社会。如何理解民主、美国和自身前途？它会放大政治冲突，制造抵抗没有意义的情绪。这些行动的目的不只是反对某个政党，而是降低台湾社会拒绝北京的意志。然而，压力越强，也可能产生反效果。台湾人如果把中共威胁视为日常经验，就更难相信统一之后的自治承诺，这形成一个循环。北京认为台湾越远离，就越需要施压，台湾感受到的压力越大，就越不愿接受北京。民主使这种反应能够通过选票不断进入政府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主对中共的挑战不在于它比所有制度都优越，而在于它改变了谁有资格做决定谁是执政党。北京认为主权先于民意，台湾民主则让民意成为政府权力的来源。只要这两套原则同时存在，双方就不只是对政策有分歧，而是在争夺什么才算合法统治。台湾民主越稳定，北京越难把两岸现状解释成少数政治人物操纵的暂时偏差。一次选举可能变化，长期选举却不断显示，台湾社会不愿把最终决定权交给北京。对中共而言，这比某个政党的一次胜利更难处理，因为它意味着问题已经进入社会结构，而不是换一位领导人就能解决。但民主并不是中共最初追求台湾的原因。1949年的台湾没有政党轮替，没有总统直选，也没有今天这种由选民决定政治方向的制度。当时的台湾处于国民党专政威权统治之下，中共仍然要求拿下台湾，这说明统一目标早于台湾民主。民主不是这个目标的起点。再做一个反向检验，假如台湾明天取消选举，重新变成威权政权，北京也许会认为谈判阻力变小了，也可能认为控制台湾社会的成本降低了，但他仍然不会接受台湾永久脱离中国，更不会因此宣布统一目标从此取消。这说明民主改变的是统一的难度，不是统一目标本身。它让台湾更难被北京吸收，也让原来的领土与内战冲突变成两种政治合法性的正面碰撞。台湾的存在证明，华人社会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政府，可以在没有共产党统治的情况下维持国家运作。这当然会让北京更加警惕，但即使台湾不是民主制度，中共仍然不会放弃它。所以把中共对台湾的执着归结为对民主制度的恐惧仍然不够。走到这里，前面的解释都碰到了同一个限制，芯片是后来才出现的。今天的军事价值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习近平只是加快了进程。民族主义抬高了后退成本，国共内战和主权争议说明台湾为什么特殊，民主则让统一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些因素没有一个能够单独说明为什么从1949年开始，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无论领导人是谁，无论台湾是什么制度，中共都不能正式放弃统一。所以对于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台湾，我的最终判断是，
不是因为台湾单纯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台湾的存在，始终在提醒中共1949年建立的政权所带来的胜利永远不完整，中共将自己推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中共长期以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统治中国，而他证明自己有资格统治中国，主要依靠一套历史叙事。按照这套故事，共产党领导革命，击败国内外敌人，结束近代中国的混乱、分裂和屈辱。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国重新站起来，并带领国家走向民族复兴。这套叙事可以压成3句话：是共产党救了中国，重新组织了中国，也是共产党代表整个中国。台湾让这个故事始终缺少最后一块。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却没有取得台湾。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让中华民国政治实体消失。他宣称代表整个中国，海峡另一边却始终存在一个拒绝他统治的政府和社会。因此，台湾不只是领土问题，它还关系到1949年的胜利应该如何被评价。中共完成了大陆政权更替，却没有完成自己宣布的最后政治结算。只要台湾仍不受北京控制，中共就必须解释一个问题：一个宣称已经结束分裂、代表全中国的政党，为什么70多年以后仍然没有解决当年留下的问题？这个缺口不会自动推翻中共，但它会让中共的历史故事始终无法真正闭合。目前，北京还能解释，它可以说这不是失败，只是尚未完成，时机还没有成熟，外部势力仍在阻挠。所以，北京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台湾今天不受它统治，这个现实已经持续了70多年。它不能接受的是这种状态被宣布为永久结果，因为永远无法完成，就不能再靠时间和时机来解释。从北京的角度看，最危险的是3件事同时出现：台湾长期拒绝中共统治，这种拒绝得到台湾社会持续授权，这种结果又逐渐获得外部世界承认。到了那一步，北京失去的不只是现实控制权，它也会失去继续主张统一的政治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共亲自把统一定义成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一个政党一旦认领某项历史任务，就开始用自己的信誉为这项目标做担保，承诺说得越高，宣传持续越久，法律、军事和外交投入越多，后退就越像失败。这是一种生死命运的自我绑定。最初，台湾是中共想要解决的问题，后来中共不断用台湾证明自己的强大、爱国和历史正确，最后台湾反过来成为检验中共是否强大、爱国和历史正确的问题。统一原本可以增加中共的政治信誉，经过几十年宣传以后，它已经变成信誉本身的一部分。因此，公开放弃台湾，不只是承认一项政策失败，还等于承认几十年的判断、威慑和政治承诺没有实现。它也会动摇中共对1949年的解释。北京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并继承了对全中国的主权。有没有实际统治台湾，并不影响这项主张。但台湾如果永久分离，这项主张就永远无法变成现实政治秩序。中共面对的不再是胜利尚未完成，而是这场胜利被中华民国政府法理上证明永久无法完成。这里还要把代表中国说清楚。外交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得代表中国的政府地位，台湾地位发生变化也不会自动取消。北京的联合国席位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另外2层，一层是领土代表权，北京主张自己代表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中国，也有权决定这个中国包括哪些地方。一旦北京承认台湾可以自行决定永久脱离中国，它承认的就不只是台湾独立，它同时承认了一个原则：国家的一部分可以不经过中央同意自行退出。那么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其他具有强烈地方认同的地区都可能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台湾可以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属，其他地方却不可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一定会走向独立，但对中共来说，只要这个问题能够被公开提出，中央垄断，国家边界定义权的基础就已经开始松动。所以北京可以容忍台湾长期没有统一，却不能承认台湾拥有永久退出中国的权利。另一层是历史代表权，共产党不只管理今天，还要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最终结论。
另一层是历史代表权，是谁结束分裂，是谁完成国家统一，又是谁带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台湾永久分离不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失去国际地位，却会让北京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这项主张永远无法落实。俄罗斯历史失地进一步证明，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寸土必争，因为中共并不追求恢复所有历史疆域，它会计算实力、战略关系和战争风险，也会决定哪些问题可以结束。更深的区别是，俄罗斯和蒙古取得的主要是土地，台湾留下的却是一个没有被中共完成的中国政治结局。俄罗斯远东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国共内战的另一方持续拒绝中共代表中国接受中俄边界，不会证明1949年的政治胜利没有完成。接受台湾永久分离，却会迫使中共承认他没有完成自己宣称的国家继承和统一。所以中共真正维护的不是清朝最大疆域，它维护的是一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定义并与自身正统绑定的中国。中共从来不愿只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权，他声称代表整个中国承担民族复兴，也继承中国现代政治的正统。正因为把自己抬到这个位置，台湾才不能轻易放弃。放弃台湾会迫使中共从代表整个中国的历史力量退回到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权，他仍可能继续执政，中国大陆也不会因此停止存在。但中共必须降低自己对历史和国家的全部宣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很难公开推翻统一目标。他可以把和平方式放在前面，也可以继续模糊统一时间表，但他不能否定主权主张，因为在中共体制内放弃台湾不会被当成普通政策修正，它会被理解成否定党的历史使命。那么中共什么时候会对台湾动手？当他认定台湾正加速脱离控制，和平统一已经无望，同时又认为军事上胜算足够时，就可能出手。另一种情况是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一旦跨过这条红线，即使胜算不足，中共也极可能被迫动武。所以这就是中共一定要拿下台湾的根本原因。海峡两岸争夺的从来不只是一座岛，而是谁有资格代表中国，谁才是1949年那场内战的最终胜利者。只要中华民国仍然存在，只要那个由国民党建立，后来又经过民主选举延续下来的政权仍在台湾运转，国共内战在政治与法统意义上就没有真正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控制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却仍无法彻底消除另一个中国政权的存在。因此对中共而言，台湾可以暂时不统一，却不能永远不统一，因为一旦承认台湾永远不属于他，就等于承认1949年的胜利并不完整，也等于承认中共对整个中国的代表权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视频的最后，我感慨最深的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古至今，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说自己代表国家，但在他们内心深处，究竟把被统治的人当成什么，也许从来就是秘密。但普通人必须明白一件事，国家不是某个政党的私产，执政党也不是人民的主人，它只是公民请来的管家。它存在的意义不是让人民证明自己有多忠诚，而是让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更好、更安全、更体面，也更自由。它应该保护人民，服务人民，接受监督、问责、轮替和约束，而不是打着国家的名义要求人民服从，甚至把人民变成维持统治的工具，最终让普通人承担一切代价，让少数人继续享受特权，并把既得利益一代代传下去。一个政党如果忘了这一点，他维护的就不再是国家，只是自己的统治。所以中共，你们自己好自为之，自求多福。如果你们不和平的结束自身的一党专制，转型宪政民主体制，现实和历史最终都不会放过你们。